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母親當場愣住，譚松韻情緒失控真相曝光，徐凱到底做錯了什麼？在內於這個高度工業化、敘事先行的名利場裡，真正能讓輿論失控的，從來不是作品本身，而是關係的突然崩塌。近日，一段圍繞譚松韻與徐凱的傳聞在多個娛樂賬號間迅速發酵，關鍵詞並不複雜，卻足夠刺眼。闖入私宅，當眾對峙，母親在場，情緒失控，所有元素精準踩中 C 站傳播的高爆點按鈕。這並非一場被公開證實的新聞，而是一則被不斷轉述、不斷添枝加葉的敘事型爆料。但正是這種曖昧的灰色地帶，最容易引發情緒投射，也最符合當下內娛的傳播邏輯。一、從國民好感到情緒反轉，故事是如何被點燃的？爆料敘事中，譚松韻被描繪為打破人設的一方，她一向以親和、穩定、情緒管理良好著稱，幾乎是內娛少有的低爭議女演員代表。也正因如此，當傳聞將她與失控當眾發難、無視長輩禮數等關鍵詞綁定時，衝擊力被成倍放大。而徐凱則被置於被追責者的位置。故事裡，他並非徹底的反派，而是一個犯了錯卻沒能及時補救的對象，可能是爽約項目，可能是背棄承諾，也可能是在利益權衡中傷害了舊日夥伴。敘事的高明之處在於，他並不急於定罪，而是留出大量空白，供外界自行腦補。二、為什麼是家裡，而且是母親在場？在所有細節中，最具殺傷力的並非指責內容本身，而是場景設定。家是中國文化中高度私密與神聖的空間，母親則象徵着道德與家教的最高裁判。將衝突放置於這一場域，等同於把職業糾紛升級為價值與品行的審判。部分娛樂評論員認為，這種設定極具戲劇功能，能迅速將原本可能平淡的合作糾紛，轉化為關乎人格與修養的公共討論。也正因如此，有聲音質疑這一橋段的真實性，認為它更像是被精心剪裁過的故事模板，而非真實發生的完整現場。三、輿論分裂，誰在共情，誰在警惕？隨着傳聞擴散，輿論迅速分化。支持譚松韻的一方認為，一個情緒穩定多年的人，若非被逼到極限，不可能選擇如此激烈的方式。女性在職場被反覆失信，憤怒反而成了被審判的對象，本身就不公平。他們更關注被辜負的信任，認為公眾不該只盯着場合失禮，而忽視事件的根本誘因。而持保留態度的網友則指出，無論對錯，把職業衝突帶進對方家庭，都是越界行為。情緒可以理解，但方式不等於正當。還有一部分相對冷靜的聲音，直接將矛頭指向傳播鏈條本身，質疑這是又一次典型的無實錘循環爆料，在沒有任何官方回應的情況下，被不斷加工成道德審判。四、從 CP 幻覺到關係清算，內娛熟悉的路徑。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風波之所以傳播迅猛，與兩人過往被反覆消費的友好關係密切相關。曾經被讚為默契互相成就的合作記憶，在輿論翻轉時，反而成了反差最大的素材。這也是內娛常見的敘事路徑：關係被神化，情緒被放大，裂痕被戲劇化，角色被重寫。當公眾習慣於用情感敘事理解一人關係時，任何偏離預期的行為都會被解讀為背叛。五、理性回看，我們到底在圍觀什麼？截至目前，無論是譚松韻還是徐凱，均未就相關傳聞做出公開回應。所有內容仍停留在多方消息圈內人爆料、據說等模糊表述中。這場風波更像是一面鏡子，
映照的並非兩位演員本身，而是內娛長期存在的三重矛盾：私人關係被公共情緒挾持，職業糾紛被道德敘事替代，觀眾被迫在不完整信息中選邊站隊。當真相缺席時，情緒就成了最大的生產力。6. 行業視角：合同、信任與口頭承諾的灰色地帶。在更專業的行業語境中，這場風波也被解讀為一次關於合同精神與口頭承諾的集中投射。多位業內人士匿名指出，內娛長期存在一個尷尬現實：項目未官宣前，合作往往建立在人情、默契與非正式約定之上。一旦資源變動、檔期衝突或資本介入，最先受傷的往往不是法律意義上的違約，而是人際信任。如果傳聞屬實，徐凱所面臨的並非簡單的爽約，而是對過往合作默契的破壞。而譚松韻的憤怒，也不只是情緒失控，更像是對行業潛規則的一次失望性反擊。7. 性別敘事下的雙重標準。值得注意的是，輿論對譚松韻情緒的放大，與她的性別身份密不可分。不少網友指出，若類似事件中的闖入者是男性，公眾或許更容易將其解讀為有擔當、敢當面對質；而當女性表達強烈情緒時，卻更容易被貼上失態越界的標籤。這種雙重標準並非個案，而是內娛輿論場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情緒本身並無性別，但評價體系顯然有。8. 粉圈與路人的分水嶺。在粉圈內部，立場早已先於事實，雙方粉絲迅速進入防禦或反擊狀態，用過往採訪、舊照、行程細節為各自偶像拼證據。而路人視角則更傾向於疲憊與冷處理，沒有實錘之前，一切都是故事。內娛每天都在重複類似劇本。雙引號，這種割裂也反映出當下娛樂輿論的消耗性。信息密度極高，信任度卻極低。9. 如果真相出現，會改變什麼嗎？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即便未來某一方出面澄清，真相真的還能完整抵達公眾嗎？在算法與情緒驅動的傳播環境中，第一版本往往決定最終印象。對藝人而言，沉默是風險，回應同樣是風險。任何一句話都可能被截取、重組，成為下一輪輿論燃料。10. 結語：比真假更重要的是我們為何如此投入。回到事件本身，譚松韻與徐凱的名字或許只是這場輿論風暴的載體，真正被反覆消費的是公眾對關係破裂、人設崩塌、情緒爆發的集體迷戀。在一個真相永遠慢半拍的娛樂體系裡，我們一次次參與圍觀，又一次次宣稱厭倦，但只要敘事還在，流量就不會停。也許比急於站隊更重要的是承認我們所看到的只是被精心剪輯過的一部分現實。